大家好，欢迎回到深水区研报频道。今天我们来解读8部门联合整治富途、老虎、长桥这些跨境券商这则消息背后的来龙去脉。本期视频主要围绕4个问题展开。第一，这次整治到底是不是只针对富途、老虎几个平台？第二，港股会不会因为这些资金退出而被抽水？第三， QDII 和跨境 ETF 是不是就能无脑受益？第四，对投资者和券商板块来说，真正该盯的变量是什么？这个视频最有价值的地方，不是把政策条文又复述一遍，而是把这件事的传导链条讲得比较清楚。境外互联网券商盈利模型重估，境内跨境投资需求回流合规渠道 QDII 和跨境 ETF 变得更拥挤，中资券商香港平台和港股通生态重新获得牌照溢价。正式开始前，感谢大家订阅关注本频道，欢迎一键3连。首先，我想先帮大家建一条时间线，我把它称为3年递进。2022年12月30号，证监会首次定性富途、老虎这些境外券商未经核准向境内投资者开展跨境证券业务属于非法经营。当时的要求是取缔增量新增赌注存量还在。到2023年，富途和老虎的 APP 从境内应用商店下架。然后关键来了，2025年6月，有舆情说老虎的港股跨境开户死灰复燃，监管马上要求整改。也就是说，3年时间里监管给过机会了，结果变相展业又冒出来。所以到2026年5月22号，8部门直接出手，措辞从取缔增量正式变成了清理存量。这条时间线告诉我一件事，这不是情绪化执法，是前期定性整改观察之后的制度收口。市场如果再拿监管只是口头喊喊来定价，就会犯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次8部门联合发文的阵容，8部门同时出手，这意味着什么？监管看的不是某一个 App 能不能开户，而是开户引流交易指令资金化转互联网，传播外汇管理投资者保护这一整条链。所以我的第一个强判断是，这次不是罚款结束，而是灰色跨境展业模式的生命周期结束。罚款是账单只出不进，才是判决书。我们把最关键的条文翻成普通话：2年集中整治期内，存量投资者只能单向卖出和资金转出，不得买入，不得新增转入资金。整治期满后，境内网站、交易软件、配套服务和服务器都要关停。这句话对平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收入曲线不再是成长曲线，而是衰减曲线。佣金会受压，因为只能卖不能买。交易频率自然下来。利息收入会受压，因为不能继续入金。融资活跃度也会掉。财富管理和衍生品收入也会受压，因为账户资产慢慢流走，2次销售空间被压缩。这就像一家商场，灯还亮着，老顾客还能从里面出来，但门口的卷帘门已经开始往下落了。你不能再用扩张期的估值方式去看它。那么市场为什么反应这么大？看2个数字，富途收盘 89.76 美元，较前一天 123.86 下跌 27.53%。老虎收报 4.36 美元，下跌 25.34%。成交量也不是小幅放大，富途从前一天219万股飙到6121万股。市场不是在重新计算罚款金额，而是在重算未来现金流。富途拟罚 18.5 亿元，老虎拟罚末 4.112 亿元。这当然不小，但对股票定价来说，更大的问题是原来市场愿意给它的那部分。内地客户持续增长的期权价值被砍掉了，股价跌的不是历史利润，而是未来想象力。这里有一个容易误读的点，富途截至2026年1季度末，来自中国内地的已出资账户大约占总已出资账户 13%。老虎截至2025年底，中国大陆零售客户资产
大约占总客户资产 10%。有人会说才 10% 多一点，为什么市场反应这么大？我的理解是，静态占比不等于边际价值。内地客户可能不是最大的存量，但它很可能是过去几年平台增长叙事里最有弹性、交易更活跃、产品延展更强的一部分。这有点像一家餐厅老客人占收入90%，但是新店扩张的故事，靠的是那1成人群带来的想象空间。现在这一块被制度性切断，估值自然要重新打折。大家再看一下附图的收入结构。2025年，投资咨询佣金和手续费占 46.3%， 利息收入占 45.7%， 这两个几乎并列。以前这会被理解成好事，说明平台不只靠佣金，还有利息收入支撑。但在只卖不买不能新增转入的框架下，这个双轮驱动反而会变成双轮受压，佣金轮子变慢，利息轮子也变慢。所以这个逻辑我一半认可，一半有担忧。认可的是富途和老虎的海外业务没有被否定，他们不是公司整体归零。担忧的是，如果市场还按过去互联网券商高增长叙事给估值，里面就有明显的错配。那第二个问题来了，港股会不会被这些资金卖崩？这里给了一个很重要的测算，富途、老虎、长桥3家平台的内地客户港股日均交易合计大约50亿港元。这个数听起来很大，但放到港股市场里看，它只相当于南向港股通单边成交额的约 4%。 再极端一点，假设有2000亿到3000亿港元的存量港股持仓在2年里持续卖出，日均抛压大概也就是4到6亿港元，不到港股日均总成交的 0.2%。 这个量级像什么？不是一场洪水，更像是在一个很大的泳池里倒进几桶水，局部会有波纹，但不太可能改变水位。所以我的第二个强判断是，平台股会重估，但港股大盘不太会因为这件事出现系统性抽水。真正可能受影响的是3类东西。原来更依赖跨境互联网券商客户的中小票和主题股，短期风险偏好，尤其是市场把这件事过度联想到更广泛监管收紧的时候，和互联网券商展业逻辑强绑定的金融科技概念股。这就是总量冲击和结构冲击的区别。总量上看不足以压垮港股，结构上看，有些原来吃灰色流量红利的资产确实要重新定价。那么需求去哪？这才是最重要的部分。监管并没有说境内投资者不能做海外配置，政策反复提到的是通过港股通、QDII、跨境理财通这些合法渠道做。也就是说，需求不是被消灭，而是被改道。内资股权类证券投资净流出整体在抬升，2025年还来到区间新高。这个大方向不会因为一个 App 被下架就消失，它更像一条河，原来有一部分水从暗渠走，现在暗渠被堵水，要回到明渠里。这里我想加一个历史类比，2015年清理场外配资，本质上也不是否定杠杆需求，而是把绕开实名制、资金闭环和监管边界的交易接口切掉。今天这次非法跨境券商整治逻辑很像，只不过标的是跨境证券通道。第3个问题， QDII 是不是就能无脑收益？这里要非常小心。2026年3月末 QDII 累计批准额度是 1761.69 亿美元，较2月末增加53亿美元，但到了4月末还是 1761.69 亿美元，没有继续增加。同时2026年1季度 QDII 基金里股票型规模已经大约8100亿元，混合型大约800亿元，债券型大约500亿元，另类投资不足200亿元。也就是说，需求侧在上来，供给侧却偏刚性。这个画面不是高速公路扩建，而是车越来越多，收费站口还是那么几个。所以对 QDII 我的判断是，中期需求受益成立，但短期更可能先体现为限购拥挤和体验变差。
场外 QDII 买不到，资金就会去场内买跨境 ETF。然后问题来了，场内价格和基金净值之间的溢价可能被推得更高。中韩半导体 ETF 一度溢价超过 20%， 纳指科技 ETF 溢价 17.24%， 后来还到过 19.46%。中韩半导体 ETF 半年内发了158条溢价风险提示公告，接近每天一条。风险提示公告都快变成日更栏目了。你说这是好机会还是拥挤交易？我觉得至少不能简单叫利好。跨境 ETF 的溢价本质不是资产突然更值钱，而是一级市场供给跟不上，二级市场被资金挤上去。这个逻辑大家一定要分清。如果未来外汇局批量增发 QDII 额度，基金公司恢复一级申购，或者海外主题本身降温，溢价就可能快速回落。也就是说，高溢价跨境 ETF 不是监管红利，它更像供需错配下的临时高温。我的建议很简单，看多 QDII 需求可以，但不要把高溢价当成安全垫。对投资者来说，真正要看的不是这个 ETF 今天涨不涨，而是它有没有新增额度，能不能持续申赎，二级市场溢价有没有明显偏离。再讲中资券商这个方向确实受益，但也要拆开讲。中资券商受益的逻辑是两层：渠道替代，原来一部分投资者通过境外互联网券商做港股美股，现在港股部分会更多回到港股通。中资券商香港平台交易承接2025年港股现货市场日均成交2498亿港元，南向港股通2025年单边日均成交约605亿港元，和3家平台内地客户港股日均50亿港元相比，港股通这套体系是有承接能力的，但这里面有一个边界，港股通能承接港股需求，不能直接承接美股需求。所以中资券商的受益是渠道基础设施受益，不是短期利润立刻爆发。换句话说，不是所有券商都受益，只有真正能把水接住的水库受益。那对不同投资者来说，影响怎么分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2×2矩阵。如果你本来就是合规渠道的小额资金，港股通、QDII 公募基金直接影响很小，但你会面对间接成本。QDII 更难买，跨境 ETF 更容易高溢价。如果你是合规渠道的大额资金，问题不是账户安全，而是工具箱不够深，可能需要更机构化的跨境服务。如果你是非法渠道的小额资金，2年内逐步卖出转出资金，现实路径比较清楚。影响最大的是非法渠道的大额资金，我们把这一类简单概括为需要重建合规架构，但实际情况比这4个字复杂得多。如果你在富途老虎上有大额美股、港股还有衍生品，2年只出不进意味着什么？第一，你不能做任何调仓看好，英伟达你也只能卖不能加仓。第二，卖出后的美元存在海外账户怎么回来？每年5万美元购汇额度摆在那。第三，如果你持有一些流动性差的标的，2年未必能体面的出掉。当然，再深入下去就是律师和税务师的事了。但我想把这个问题抛出来，对这波大额投资者来说，最优策略不是找下一个灰色通道，而是尽快完成合规迁移。这里我想特别提醒一句，监管针对的是非法跨境展业机构，投资者本身仍然是保护对象，所以不要把它理解成存量账户马上强制平仓，但是也不能因此就觉得可以慢慢拖。2年听起来很长，放在资产迁移、税务规划、资金合规和账户重建里其实不算宽裕。我的判断是，未来监管会更看重可追踪、可验证、可解释。金融主权这件事最后会落到每一笔资金、每一个入口、每一条服务器链路上。最后我们落到投资框架。第一，境外互联网券商进入监管折价期，不是说公司没有价值，
而是估值框架要从高增长互联网券商切到海外增长加内地存量衰减的混合模型。不要因为跌了 27% 就觉得可以抄底，你抄的不是底，是一个还在被重估的资产。至少等1-2个季报，看看海外业务到底能不能撑起来。第二，中资券商国际业务结构受益成立，但要精选真正有香港平台、港股通服务、跨境财富管理和机构承接能力的头部公司。第三 ，QDII 需求会变强，但高溢价跨境 ETF 要特别小心。第四，港股总量冲击可控，但结构影响深远，不要把平台股重估误读成港股系统性流动性危机。后面最需要跟踪的，不是富途老虎的罚款最终数字，而是3个变量。第一个，非法跨境经营机构名单会不会动态扩展？如果扩展，说明整治从个案走向行业化。第二个 ，QDII 额度会不会继续放？如果额度明显扩容，那这次监管更可能形成非法渠道退出、合法产品扩容需求平稳迁移的软着陆。第三个，港股通跨境理财通合规离岸产品会不会扩围？如果这些承接体系跟上，市场冲击就会更温和。如果承接体系跟不上，拥挤交易和高溢价就会更频繁。最后，我们来做一个总结。这次整治不是简单处罚几家券商，而是中国居民跨境证券投资渠道的一次制度重组。跨境投资需求不会消失，只会从灰色通道流向牌照化、额度化、可追踪化的正式体系。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聊聊你更看好港股通生态，还是 QDII 扩容后的产品机会。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订阅和支持，我们下期再见。